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7月30日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宣布，同菲律宾防长勒伦扎纳当天举行会谈，取得了非常理想的结果。菲律宾决定与美军全面恢复合作项目。美国军队将来会与菲律宾签订军事部署协议。该协议是1998年菲律宾和美国签署的一项重要军事协议。协定中规定了美方军人、相关军事人员以及军事装备进入菲律宾能够获取一定的便利。杜特尔特恢复美菲部队协议这个决定，无论怎么看都有一种美菲要握手言和的感觉。杜特尔特刚说完不久的千万不和中国开战，此刻仿佛成了空话。要知道，部队访问协议，这虽然不是同日本或者韩国那样的驻军协议，但是这却同样意味着美军可以长时间没有理由的留在菲律宾。一旦美军在亚太发生战事，那届时菲律宾将随时成为美军在亚洲地区的第3块跳板。这样的结果，相信不少人都会产生疑惑：菲律宾现在还是决定要拥抱美国吗？菲律宾到底想干啥？如果想明白其中的曲折的话，那就首先要知道当时该协定为何会取消。在1年多前，杜特尔特因为特朗普当时以人权为借口对菲律宾官员进行了制裁，因此杜特尔特一怒之下宣布将终止与美国的部队访问协议。在那时，杜特尔特的决定一度被认为是菲律宾倒向的中国、美菲翻脸象征。但这件事放到现在看起来，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过这倒也不是那么的令人意外，国际关系从来没有非黑即白。杜特尔特的这一决定显示了菲律宾在中美两国中左右摇摆、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心态。有观点认为，在这次奥斯汀访问菲律宾之前，他还曾访问过新加坡、越南等地。对上述2个国家，奥斯汀还承诺将帮助他们提高海上防御能力。那在看着这么多国家和美国靠拢后，本来就参与了大量亲美势力的菲律宾不得不向美国靠拢。如今菲律宾再次站在美国一边，这必然会对周边地区的局势造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下届菲律宾可能将恶化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尽管英国正在南海部署航空母舰，以向世界展示其往日日不落帝国的荣光，但此举使得英方的智囊团开始暗自嘀咕了起来。有英媒援引他们的文章称，英方向南海派遣军事行动，这是自1982年马岛海战以来英国海军最危险的军事部署。一旦期间发生了不可预测的冲突，那这将毁掉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切。这是40年来英国海军做过的最大的危险举动。在40年前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中，虽然是英国海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从过程上来看，英国舰队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而且与阿根廷相比，中国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双方甚至都无法相提并论。在面对强大的解放军时，英国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与阿根廷截然不同。从英方智库们的看法中，不难看出，他们已经开始有点认怂的味道了。不过这倒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英航母越不越红线，中国都必须出手了。因为在看到了英航母在南海做出航行后，德国海军表示了同样的想法，他们计划于8月上旬向中国海域周边地区派遣船只。针对这一行动，德国海军称这是加强同日澳军事合作的一项举措。但谁都知道，在英国航母起了一个带头作用后，这些西方国家开始主动逼迫中国出手了。不过从英美当下的导向来看，虽然西方国家都想让中国违背自身的原则，打响第一枪，但是他们都不想当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再加上英国早就不具备当年日不落海军的实力底蕴了，真要在南海犯了什么事，那英国军舰可能都回不了家。这可不是夸大中国的实力，而是如今英国海军的力量的确不足，现在甚至连替补舰队都难以组成，堪称英国史上的国耻了。且伊丽莎白女王号亚洲航行的途中，意外事故持续不断，更暴露出英国当下整个国力的弱点和缺点。此前，英国军舰保卫者号挑衅俄罗斯，被俄罗斯海军一路上连续不断的赶来赶去。如果当下的英国是希望依靠美国的实力协助他进行防空防御，在中国南海海域寻找存在感的话，那有着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17导弹早已饥渴难耐了。中国南海不但风光秀丽，也是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许多国家在与我国进行贸易往来时，都要经过中国南海。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南海也是越来越关注，频频搅动南海局势。不过，在中国的努力下，近些年的南海局势总体还算稳定，其中以与菲律宾关系改善为显著代表。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南海的局势似乎要再次生变。近日，据外媒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访问菲律宾之后，菲律宾方面宣布要撤销此前早已终止的美菲访问部队协议的协议。美菲访问部队协议是美国和菲律宾在上世纪90年代末签订的军事协议，
协议里除了规定美国军人、武器等进入菲律宾的条件和其他便利条件，还包括了美菲军事演习的相关内容。2020年初，菲律宾政府表示，由于当前形势的变化，宣布终止该协议。本该终止的协议又再次生效，菲律宾或将成为美国在南海的突破口。这种想法不无道理，却也无需过分忧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其任期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就曾直接表态道，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根本无法限制中国，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参与过所谓的南海仲裁，一直都是菲律宾在唱独角戏而已。杜特尔特还表示，假如菲律宾和中国开战，菲律宾完全没办法取得胜利。杜特尔特还警告道，不要指望美国，美国是不会帮助菲律宾的。除此之外，菲律宾总统还感谢中国在疫情爆发后对菲律宾的援助。那么可能有人就想问了，既然菲律宾总统明明知道美国靠不住，明明菲律宾完全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什么还要恢复已经终止的协议呢？这是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明年菲律宾就要开始总统选举，目前的形势来看，杜特尔特并没有办法再去出任下一任总统的可能。副总统或许还有可能，杜特尔特也表示有意争取副总统一职。杜特尔特作为一个十分老练狡猾的政治家，心里肯定也十分清楚菲律宾国内亲美势力深耕许久，而菲律宾又是一个由门阀贵族掌权的国家，就连杜特尔特也不是平民出身，因此想要获得国内亲美势力的支持，杜特尔特玩这一套并不让人意外。中国从来也不会去要求哪个国家选边站，我们又不搞什么霸权主义，一直以来奉行的都是求同存异、互相尊重的外交政策。只要菲律宾不去跟美国在南海踩中国的底线，中国是不会管的。再者来说，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当然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开发来保护我们在南海的岛屿，这些准备足以让中国能对美国即将来的挑衅有所准备。如果美国打着菲律宾成为对付中国的突破口，那只能说想歪了，也走远了。据观察者网援引国防部发布微信公众号8月2号的消息称，当前中印12轮军长级会谈已在莫尔多会晤点印方一侧开启。在会上，双方决定在中印边境上设立一条新的热线，该热线将有利于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促进中印双方的互信。就目前看来，在边境问题上，中印双方似乎有了一些进展，但实际上缓和的结果早已注定。关于中印之间的冲突问题，中方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告知印度不要试图在边境上挑战中方的底线，否则一切后果由印方承担。不得不说，印度在会谈前后的态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之前就是一系列对中国施压，结果真到了会谈时才再次高唱中印友好，这样的转变确实令人摸不着头脑。在先前的对峙中，印度多次向边界增兵，而且就在会谈即将开始的前2天，还有印度媒体宣称印空军已把8架阵风战斗机送中印边境，甚至印度中将以及前北方军队指挥官胡达还大言不惭地说，这些战机以及充足的兵源让印度在必要时可攻占中国领土，现如今却同中国建立起了一条和平热线。分析认为，印度当前之所以会做出同中国缓和的态度，主要原因有2点。其一，印度爆发的疫情需要中国帮助，在印度德尔塔的爆发来得很是迅速，所以印度迫切需要中国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另外，莫迪无法一直打中国牌，说到底，印度的疫情这么严重，无论莫迪的手中有多少中国牌可打，都很难挽回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莫迪最好的选择无疑不是与中国和解，缓和边界局势，并方便求援于中国。其二，自特朗普卸任以来，中印边境争端已成为一张废牌。以前印度为何在边界问题上一再与中方发生矛盾，还不是因为特朗普在背后的鼎力支持。如今拜登更倾向于通过围堵手段压制中国发展，而非直接与中国发生冲突。那么在没有了美国人的背后支持，印度当然只能选择暂缓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综上所述，此次中印会谈建立起一条热线，虽然看似是一件好事儿，但结合印度人长期以往的表现来看，他们的诚意让人着实难以信服。毕竟印度向来不遵守规矩，所以说我军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不给印度人有可乘之机。近期来，美国为了干扰中国的发展，不断地派军舰来中国领海示威。可以说，自从拜登上台以来，中国周边海域就很少有过安宁的日子。他们打着自由航行的名号，不断地来中国海域刷存在感。当然，除了美国的干扰，英国、德国的军舰航母在美国的怂恿之下，也都纷纷加入到了南海巡航的浪潮之中。
近2天，英国航母来势汹汹地进入了南海，而在中国海军的关照之下，他们也不敢有什么小动作。8月2号，在我国军舰的陪伴之下，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舰队从台海东部外海驶向了日本。但是刚把英国航母赶走，德国又放出了信号，说要来南海航行。据《环球时报》援引德国媒体相关消息报道，近日德国媒体报道，应日本等国的要求，德国海军将计划派出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前往印太地区巡航。按照计划，此次的巡航过程中，护卫舰将会穿越南海。报道称，此次行程或维持7个月的航行时间，将穿越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地。这艘军舰上的240名官兵已经准备好应对各种突发的情况，包括可能会被中国军舰跟随和军机低空监视。这也是德国近数十年来第一次派军舰访问亚洲。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国防部在公布行程前表示，德国希望与盟友一起在印太地区展示更多的军事存在，而像这样的巡航也会是一种习惯性的训练。此前也这样进行过，但这次的行动绝不会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局势，更不会出现在中国南海岛礁的12海里范围内。随后，外交部也做出了同样的解释。德国国防军事专家勒加达也提醒德国国防部称，德国这样的动作必定是中国不喜欢的举动。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此前美国在英国航母还未进入南海之前，就怂恿英国海军应该尝试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展示英国海军的实力。但是英国海军还算是明智的，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安静地走了。而现在德国军舰在进入前就已经发声不敢越界，这说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海军实力感到恐惧的。这可能也跟我们最近军舰的一些亮相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决心，所以不敢有什么动静。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握紧猎枪，敢于亮剑，只有这样，这些西方的狼豺虎豹才能乖乖的不敢出声。若我们一再的忍让，他们反而会更加嚣张，叫得也越欢。